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我自己制作的 ZBrush 的一个插件，叫做这个 ZLayer Node。这个插件它主要是基于 ZBrush 的 3D Layers 的功能。那 3D Layers 其实它是一个 ZBrush 里面的一个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非线性的一个编辑手段。那我们接下来来具体操作一下，先讲一下怎么安装。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包，然后安装过插件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，是要把它装到这个 ZBrush 的 ZStartup 里面，有个叫做 ZPlugin 的里面，然后直接把这两个文件拖进去就好了。好，安装完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 ZBrush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，随便选一个模型，然后打开这个 ZPlugin 里面有一个在最下面，反正就叫这个 ZLayer Node， 然后点一下。它就启动了。启动了以后，首先它会让输入一个注册码，这个在大家购买之后都会发一个注册码给大家的。然后软件的话，我来大概介绍一下它的操作。那这个左上角有一个叫做置顶的按键，如果你不选这个置顶，你点一下它其实就看不见了。然后你把这个置顶打开的话，那它就会一直悬浮在你的这个软件的上方，方便大家的操作。当然，你的显示器如果够大，或者你有两个显示器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窗口拉到另外一个显示器上面去也可以。那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选择多语言。那我这个地方做了，反正和 ZBrush 官方一样，我看见它有几种语言，我就照着反正放了几种语言进去。那当然也有中文的，也有法语等等一系列的吧。我们先就是以这个英文来说吧。然后这个地方操作的话，其实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再去用官方的这个 layers 了，就直接用我的这个工具来完全取代它的操作。因为这个东西ZBrush 并不会向我的这个软件去发送一些同步消息，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操作的话，就会比较麻烦，就不得不，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已经排版排了很多的东西，那你就不得不放弃这些排版，重新去同步一下，点一下这个同步按键就可以了。比方说我已经有了工程，然后我在这个 layer 里面，比如我已经建了很多层了，那这个时候可以点一下这个 Sync 按钮，那它就会自动把我的这个层全都同步上来。那基本上来说，就不要再去用这个 layers 了，就直接用我这个工具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工具正常使用的话，就是像这个 layers 一样，你可以去，比如点一下这个编辑，那它就会进入编辑模式。进入编辑模式以后，就可以去对它进行随便的雕刻。那这个地方方便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可以非线性的去操作的。你可以将每一个这个节点，我称之为节点，当做是你的模型雕刻的一部分。比如我们现在先随便的雕一些，然后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去调整它的强度，每一个的强度都会单独调整。那你也可以去整体调整，全选整体调整。那它 ZBrush 本身的这个 layer 它是如果你单调的话，就只能调到0和1。那我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些修正，我把它的这个直接调整，给它放大到了-5到正5。
就是它那个底下的这一条的话，如果大家之前用过的话，那应该知道它会，如果你再次编辑的话，它就会直接复位最大变成1，所以我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些调整，我可以让它保留你之前调整的一个最大的数值，这个可以一直留着，不会再复位，那也算是一点小改进吧。然后你也可以去点这个上面去进入这个编辑模式，你也可以去点这个去开或者关显示或者隐藏，那你也可以直接全选，然后用下面的这个小按键去对它进行操作。那接下来说一下这个一些按钮的功能吧。那首先是这个可以对层直接进行命名，比方说你可以我这个东西随便起名字吧，这个叫 body， 这个叫那有了这些东西以后，你可以看到当你选择的节点不同的时候，它其实这个选项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选了多个，那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 merge 的一个选项，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多个层给它合并变成一个层。那如果你单选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变成一个 replace 的其实作用就是说，你可以把这一层用一个其他的模型去替代它。这个稍后我也会把它演示一下。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些最基本的，这个是删除，这个是复制，这个是反转，就是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块东西就直接反转了。那复制的话就会直接去复制一个新的，那因为这两个东西是一样，所以就可以看见它是直接就是变高了。那删除的话就是直接删掉。那你也可以用一些快捷键，比如这个 delete 的话就直接按这个 delete 按键，快捷键就会直接删掉。那这个复制的话是可以摁 Ctrl 加 D， 那反转的话摁 I 键。那 merge 的话其实也是一样，就是直接把这两个模型给它合并到一块，就变成了一个。那现在来说一下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这个可以把这个当前可见层，那注意是可见的层，把它变成一个单独的模型，就是点这个 export， 然后就可以，比方说我这个地方把它叫 test 5，因为我之前已经存了好几个了。那存好了以后，那我可以把它全关闭隐藏，然后记住一定是要新建一层，或者是在原有的这个层上去点这个 replace。那我先新建一层吧。新建一层，其实大家看到这个上面，比方说我随便先画一遍，然后我现在 replace 我把它替换掉，我就点我刚刚创建，那这样的话就会看到跟刚才这两层合并起来的是一个效果。那如果把它关掉，我把这两层打开，可以看到效果是一样的。如果这个也打开的话，就会叠加就这么一个效果。那大家在做这个 export 和 replace 的这个操作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就是一定要你的模型的面数要一样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其实是基于一个形变的操作方式去做的，所以一定要保证你的模型的拓扑结构是完全一样的。如果不一样的话，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其他的模型，那把这个其他的模型我也把它给同步一下。那如果说我把其他的这个模型把它导出去的话，比如我导一个叫做 TT1， 那我现在回到之前的模型给它同步回来。同步回来之后，如果我
把这一层给它替换成这个 TT1 的话，就会看到这地方会报错，他说你的模型的这个拓扑结构不吻合，你就不能去做替换，它就没有替换成功啊。如果是如果是拓扑结构一致的话，那就可以直接替换。那像我之前这些结构一致的，就可以直接替换。那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吧。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，可以去这个 Gumroad 的这个网站，因为我目前只在这个网站上发布了。好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、修改建议，或者这个有 bug， 使用过程中遇到了 bug 呢，都可以给我留言，那我会第一时间反馈修正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这个插件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就到这儿。